70岁的我穿成了虐文男主的恶毒奶奶。系统说你要走剧情。我戴上老花镜，疑惑地问什么叫走剧情？系统顿了顿，就是你要虐待他，现在把凳子扔他脸上，让他滚。我移开目光，男主此刻还是个半大少年，瘦得像一根麦秸，衣着单薄，正恶狠狠瞪着我。我转身走进厨房，男主咬着牙，语气凶狠：你要拿刀杀了我吗？死老太婆，我和你同归于尽，你太瘦了。我叹了口气，熟练地开火，给你做点饭吃，拜托，我可是奶奶，有哪个奶奶能忍住不喂胖自己的孙子？蓝色的火焰在燃气灶中升腾，我转身去拿锅，却发现锅不见了。锅呢？怎么没有锅？倪素雪看着我的动作，冷笑一声：假惺惺，昨天不是还说要饿死我这个小杂种吗？怎么想到新办法折磨我了？死老太婆！他一口一个死老太婆。我叹了口气，想在他头上轻轻拍一下，连声奶奶也不叫，没大没小。手还没碰到倪素雪，他就像沾了什么脏东西一样跳开，滚！我一愣，问系统他怎么这样？你不是看过小说吗？系统也很疑惑，我们都是绑定后看过原剧情才进入世界的，不会出错呀。系统说这个任务世界是一本叫做病娇大佬的掌心娇宠的追妻火葬场虐文。我想了好久才想起来，我确实看过，还是孙女给我推荐的，但里面的内容我已经全忘干净了。人老了就是这样，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能忘，什么事都像蒙了一层纱。系统唉声叹气，嘟囔道：绑定老太太做任务，不知道算不算虐待老人？他的话被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打断。3个彪形大汉迫不及待地涌进来，他们人高马大，把小小的房子衬得愈发逼仄。为首者指着我的鼻子，凶神恶煞地吼道：死老太婆，钱呢？你儿子儿媳拿着我们的钱，屁都不放一个就跑了，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今天拿不出100万来，我要你们狗命！倪素雪皱着眉，上前2步，上次你们说欠了500万房子，已经抵押给你们了，家里之前的东西也被你们搬走了，这还不够？小兔崽子记得还挺清楚。大汉哼笑一声，500万是上次的钱，现在利息涨到600万了，要是拿不出钱，他上前一步，猛地伸手去抓倪素雪的肩膀。你小子长得还挺好看的，有些老板就喜欢这样的。倪素雪身形清瘦，在满脸横肉的壮汉面前，简直毫无招架之力。系统说，这是倪素雪成为疯批的第一步，她会被带到大佬面前，受尽折磨，半个月后逃回来。这什么狗屎剧情？我快步走进厨房，倪素雪目光古井，无波嘲讽般勾起嘴角。下一秒，我拿着2把菜刀从厨房冲出来，嗷一嗓子挡在他身前：你们要把我孙子带走，先杀了我，反正我老婆子这么大岁数，一条烂命不怕死。刀光血亮映出壮汉惊恐的表情，他噔噔后退几步，慌张喊道：快按住他！但我2把菜刀在空中挥舞，抡得虎虎生风，一时间没人敢靠近。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喊：倪素雪，去把房门关上，别让他们跑了，我早就不想活了，你们来的正好，今天咱们一块死。我拿着刀义无反顾地冲向大汉，他们色厉内荏，见我神情不似作假，纷纷像兔子一样跳开夺路而逃，甚至把鞋都踩掉了。倪素雪站在门边垂着头，看我眸中有几分讶异。我将菜刀放在脚边，深呼一口气，就这我还没拿着刀躺地下打滚呢。系统怯怯道：宿主走剧情啊！剧个屁！我气不打一处来，系统居然让我袖手旁观，看着好好的孩子被他们带走折磨，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我转头看着倪素雪单薄的像3天没吃饭的身形，更气了，小孩子就是要像年画娃娃才好，白白胖胖，充满希望。我掏出手机看了看，余额拽着倪素雪出门，走进一家肯德基。我熟练地点了4个汉堡，2杯可乐，将餐盘向他一推，吃吧，孩子。倪素雪没动，她怔怔地看着汉堡，目光一路滑到我脸上，轻声说：你以前不会这样。我心虚地摸了摸鼻子，奶奶学会用智能手机了。我孙女小时候就喜欢吃汉堡，但那个时候我不会用手机点餐，每次都买贵了。但倪素雪明显说的不是这件事，她垂下眼睛，长睫毛像鸟语般轻颤。你以前不会给我买汉堡吃，昨天你说我是小3生的杂种，不配吃饭，让我饿着。前天你把饭扔到地上，让我像狗一样舔。我听得胆战心惊，连忙叫停了他，郑重道：是奶奶的错，以后不会这样了。倪素雪不知道有没有听进去，拿起汉堡咬了一口。店里只有我们2个人，我拿起手机看了下日期，才发现今天是周3，随口问道：周3你怎么没去上学？倪素雪眉头微颤，她抬起眼来，紧紧盯着我。我为什么没上学？你不知道？这一瞬间，万籁俱寂。我一边干笑，一边疯狂呼唤系统，但脑海中一片空寂。倪素雪的目光如影随形，盯着我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她3两口吃完汉堡，平静地开口：你不是他，你不是许桂芝。这句话犹如雷霆炸金，我刚想出来的借口卡在喉咙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怎么看出来的？这孩子怎么这么聪明？倪素雪瞥了一眼我的神情，拿起第2个汉堡，细长的手指灵巧地打开包装。她吃得很快。许桂芝退休前是大学教授，讲究姿态好看，她不可能冲着那些人挥刀，更不会带我来吃汉堡。
因为他最讨厌这种垃圾食品。上次我偷偷买了汉堡，被他扔下了楼。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而且，如果你真的是许桂芝的话，不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因为我在学校和人打架，是他揪着我去办的退学手续。”我听得瞠目结舌。倪素雪喝了一口可乐，站起身来，冲我轻轻颔首：“不管你是谁，多谢你，再见。”我脑子一片混沌，下意识叫住了他：“等等，你要去哪？”倪素雪眉目淡淡，自力更生。我倒吸一口凉气，拉着他的袖子，把他按回座位：“坐下，坐下。你才多大？这个年纪去打童工都没人要。”他站着不动，我叹了口气，坦白道：“我确实是穿越来的。”我还是隐瞒了系统的事情。如果告诉倪素雪，她其实是小说里的人物，她的人生都是被规划好的，未免也太残忍。我穿越之前70岁了，还有个孙女。我对着倪素雪比划了一下，她比你大，在上大学呢。与此同时，一道电子音炸雷般响起：“宿主，你在说什么？”在他刹住车一般的哀嚎中，我吐出最后2个字：系统崩溃了。我就离开了议会。你全说了，你就不怕有什么惩罚吗？你就没想想，万一任务失败是要死的，怎么办你？我笑了笑，截断了他的话头。我活了70年了，孩子成家了，孙女也考上大学了，我这一生没什么遗憾。系统没说出来的话，全咽进了肚子里。他叹了口气，算了，一个老一个小，这个家离了我都不能转。我刚刚消失是去问了主神，不按剧情走，也可以只要结局不变就行。什么结局？男女主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虽然不知道女主是谁，但我听准了幸福快乐4个字。我站起身，冲着倪素雪道：“别还自力更生呢，跟我走吧。”倪素雪眉目警惕：“去哪？幸福第一步。”我说：“先搬家，原来的地方被催债的上过门，肯定不能再住下去了。”好在倪素雪手机玩得挺溜塔，很快在网上找了一所小房子，2室1厅，面积只有50平，租金十分便宜。房东人很温柔，看我们孤儿寡奶，同意押金减半，3月1付。但即便如此，房租还是榨干了我的所有存款，兜里只剩800块。倪素雪见状，唇紧紧抿成一条线：“我可以去打工。”我气得在他脑门上敲了一下：“死孩子，就这么想去打工？反正我也不上学了，放你奶奶的屁！”这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似乎吓到了倪素雪，她震惊地瞪大了眼睛，意识到自己失态。我深深吸了口气，还是忍不住唠叨：“怎么能不上学呢？现在这个世道，没有学历干什么都难。我们那个时候，我和原来的许桂芝不一样，我只有小学文化，种了一辈子地。”不过倪素雪应该不爱听这些，我将话咽进肚子里，拍拍她的肩：“走，奶奶带你去上学。”在倪素雪的指引下，我们很快到了她就读的初中，将自行车停在校门口，她带我一路兜兜转转，总算到了政教主任办公室。我推门进去，门内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女老师，循声抬起头来看我：“我是倪素雪的奶奶。”我赶忙对起一个笑，搓了搓手，想让孩子回来上学。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将仅剩的800块钱都带来了。于老师摇摇头道：“这位家长倪素雪在学校里打架斗殴，把同学鼻子都打骨折了。前阵子还是您带她来办的退学手续。”我回头看了一眼倪素雪，她倚在门框边，垂着眼，不知在想什么。我一时语塞，只能掏出兜里的小布包，一层层解开，想要递给老师。他真的知道错了，老师再给孩子一个机会吧。于老师将钱退了回来，仍旧温和地拒绝了我。这怎么办？我眼底发涩，膝盖下意识的就想往下弯，却被一双手死死拽住。倪素雪牢牢攥着我的肩膀，用力到骨节发青，下唇被她咬得泛白。没事，我不上也行。这孩子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是个农村老太太，一辈子面朝黄土，我没什么远大眼界，只觉得只有上学才有出路。我不想倪素雪的人生就这样蹉跎。女老师打破了宁静，她看着我的神情，又看了看倪素雪，沉沉叹了口气，让她回来试1天课吧。出了校门，我简直要抑制不住自己的笑容。但很快新的难题摆在我面前，倪素雪的生活费怎么办？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他又那么瘦，更要多吃点肉。还有书本费、校服钱，这800块钱够干嘛的？我仰天长叹问系统有没有什么赚钱的法子？系统道：要靠宿主自己努力。要是原来的许桂芝，还能去教个书补个课，但你……我什么都不会，愁眉苦脸，推着自行车向前走，心里盘算着是去当清洁工还是去厂子做工。这具身体比我原来年轻很多，大概50多岁，身体也还算强健，不知道能不能应付得了流水线。走着走着，一抹绿色映入眼帘，我抖抖车筐里的塑料袋，扬起眉毛，惊喜地上前，动作迅速地将塑料瓶收进袋子里。系统高亢地啊了一声，声嘶力竭：宿主你在干什么？不要翻垃圾箱啊，不要捡瓶子。我充耳不闻，2个女孩结伴走来，手上拿着大大的快递箱子，本想扔进垃圾桶，看到我之后，她们对视一眼，将手里的纸盒递给我。我感激地笑笑：谢谢啊。瓶子2块钱1斤，纸箱7毛钱1斤，积少成多嘛。我对系统道：这也是一种赚钱的方法。系统又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乐呵呵地重复着动作，眼前的塑料瓶和纸盒仿佛化作一个个可爱的光点组合成倪素雪的学杂费、生活费，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你在干什么？我顿了顿，才发现这不是系统的声音。
倪素雪快步走上前来，一把扯过我手中袋子。我茫然了，你不是在上学吗？他死死拽着袋子，声线几乎颤抖。为什么要捡瓶子？我冲他笑笑，尽量轻声细语，我捡着玩的，是因为我，对不对？倪素雪打断了我的话，一双琥珀色的眼紧紧盯着我，倔强到锋利。你想捡瓶子供我上学，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们只是陌生人啊！周遭一时间只剩下风声。我张了张嘴，许久以后才找到自己的声音。你说什么呢？孩子，我们怎么会是陌生人呢？我是你奶奶啊！这句话像一记重石砸下倪素雪，捂住了脸，身形摇晃。她崩溃般的蹲下，声音低低的像绷紧到一处就断的线，憋不住的哭腔从指缝间泄出来。我不想在那里上学，他们欺负我，奶奶他们欺负我。倪素雪是半年前转到这所初中的，她长得好看，成绩也好，很讨老师喜欢，还有女生偷偷向她表白，这引起了几个地头蛇的不满。他们觉得倪素雪抢了自己的风头，要给她点颜色看看。于是放学后，倪素雪被人堵在巷子里打了一顿。这个年纪的男生下手没轻没重，倪素雪鼻青脸肿，第二天直接告诉了老师。那几个男生是出了名的混不吝，叫家长也没用，班主任只能不痛不痒的批评一顿。但这一下仿佛沸水炸开了，几个男生从此记恨上了倪素雪，扬言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倪素雪的日子越发难过，她的课本被人撕烂桌肚，被塞了垃圾，上体育课也没人肯和她组队。倪素雪静静站在那里，男生们看着她发出一阵阵哄笑。1个月后，倪素雪还是忍不住告诉了许桂芝，她毕竟是小孩子，从小也没吃过什么苦头，能忍这么久已经是极限了。可许桂芝正为儿子的事焦头烂额，对于这个小3上位的儿媳，生下的孙子怎么看怎么厌恶，甚至觉得都是她和她狐媚的妈让家里变成这样。许桂芝冷笑了一声，故意问他们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倪素雪抿紧了唇，眼里那点希冀的光彻底熄灭了。我穿来的3天前，她又被人堵在了放学路上。这一次，她终于还了手，绝望的爆发之下，倪素雪拳拳带着不要命般的狠力，打得男生哭爹叫娘，鼻梁骨都断了。老师各打50大板，说这是性质恶劣的互殴，让倪素雪公开检讨，还把许桂芝叫到了学校。许桂芝十分崩溃，她教了一辈子书，是人人称道的大学教授，儿子乖巧听话，事业有成，结果孙子竟然是个打人的小混混。她失去了一切风度，优雅当着老师的面给了倪素雪一巴掌，勒令她退学。我听得嘴都张大了，一股浓郁的沉沉的愤怒从胸腔涌上来，扯得我胸口阵阵发紧。我愤怒地登上自行车，对着倪素雪道上来，奶奶带你去揍他们，都是生儿子没屁眼的东西，这样欺负我孙子。倪素雪怔怔站在原地，微风柔和地拂过，她额角那些倔强执拗少年的锋利都顺着脸颊晶莹地流淌下来了。倪素雪眼底仍有碎光潋滟，唇角却轻轻勾了起来，她笑了。倪素雪拒绝了我要给她出头的雄心壮志，她说，奶奶你打不过他们的，不知变通。我敲了敲她脑袋，我冲上去给他们一拳，你跟在我后面给他们第2拳。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装心脏病发作，躺地上抽搐，吓也吓死那几个小兔崽子。倪素雪扑哧一声又笑了，她摇摇头，我已经打过他们了，打得可惨了，今天那几个人看到我都绕着走。倪素雪主动拎起布袋，奶奶，我们回家吧。我点点头，心里暗自感叹，我真是运气好，穿越前有乖巧懂事的孙女，穿越后有乖巧懂事的孙子。脚下蹬得虎虎生风，自行车越骑越快，好像要冲进路尽头，灿灿的太阳里。我扯着嗓子对倪素雪说，咱换的学校，不去这个破学校了。好。回到家后，我开始给倪素雪物色新学校。我不懂什么校风，什么师资，但我想让倪素雪上好学校，贵点也没关系。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我愁得挠挠头，感觉花白的头发更白了。宿主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叫我宿主了，听着怪不习惯的。我笑了笑，你和倪素雪一样，都叫我奶奶怎么样？系统没接话，只是说我有事要告诉你。他娓娓道来，按照原剧情被折磨后出逃的倪素雪，这个时候赚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但现在剧情偏移，倪素雪要上学，我判定你们没有挣钱条件。为保障你们的生活，我向主神申请了一笔经费10万块，已经打到你卡上了，以后不要再捡瓶子了。这是什么天降大馅饼？我恨不得把系统从脑子里揪出来狠狠亲2口，还有那个什么主神一起亲。我感叹道，你们真是做慈善的。系统答非所问，这个家没了我真的不能转。我用力点头。第2个月，倪素雪顺利进入一所重点初中，这是我综合考量下的最好选择，可以走读，离家2公里，据说校风也不错，没什么校霸混混。不过就算有我老太婆，也能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将倪素雪送进校门后，我冲她挥挥手，转身走向垃圾箱。系统在我脑子里再度尖叫，停手啊停手！他气不打一处来，现在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捡瓶子？你不懂。我说，我从小过的就是苦日子，小时候家里连饭都吃不起，节省到现在都成习惯了。看见瓶子不捡，总感觉亏了钱。我孙女小的时候也会捡塑料瓶拿回家呢。系统沉默了。
我伸手正要去拿纸和一只脏兮兮的小手，却突然按住了他，视线下以一个瘦得伶仃的小女孩，8、9岁年纪，颤巍巍冲我露出讨好的笑容。奶奶，这个给我可以吗？系统没想到这还有人和你竞争上岗。不对，他突然道，这是女主阮苏苏。原剧情里倪素雪的人生经常被调侃为困难模式，她历经了无数坎坷，彻底黑化成病娇疯批。这仨词啥意思我也不懂，反正就变得阴沉沉，行事极尽狠毒，睚眦必报，人见人怕。不过倪素雪那个恶毒的奶奶反而没受到什么折磨。系统解释道，是作者写着写着把她忘了。而女主阮苏苏则是噩梦开局，地狱魔是好赌的爸，软弱的妈混世魔王的弟弟。她从小被像奴隶一样使唤来使唤，去包揽了家里的所有活。8岁时，父母出了车祸，小小的阮苏苏辗转在各个亲戚之间，寄人篱下。这样的日子过了1年，她就被亲戚像丢垃圾一样送到福利院。到了19岁，又被人当作礼物送给了已经成为大佬的倪素雪，和她虐恋情深。看着阮苏苏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我的心软成了一个大面包。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坐在椅子上吃汉堡了。阮苏苏狼吞虎咽，吃的腮帮子鼓得像个小仓鼠，含混不清地道：“奶奶，谢谢你。”我抽了一张纸给她擦嘴角的酱，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别人也请你吃东西，要长个心眼，不要轻易相信，尤其是男的。”阮苏苏忙不迭点头。或许是缘分使然，第2天我又碰见了她，还是没忍住给她买了炸鸡腿。自那之后，我和阮苏苏约定好，隔1天就碰1次面。又过了1个月，到了约定的日子，阮苏苏却迟迟不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急切地去推自行车，边走一边对系统道：“他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是不是他那些亲戚又欺负他了？”系统，你太紧张了。系统说：“奶奶，你看那边。”我转过身，小小的阮苏苏站在马路对面，拖着半人高的大塑料袋，用力冲我招手。阳光为她蓬乱的发丝镀了一层金。阮苏苏飞快地跑过来，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小心翼翼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币，10块钱。阮苏苏郑重地将钱放到我手里，对我一笑，轻声说：“奶奶，这次换我请你吃汉堡。”我看着她灿烂的笑颜，风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吹得我鼻子好酸。我吸了吸鼻子，一瞬间福至心灵，坚定地对系统道：“你说她会喜欢我这个奶奶吗？你要收养她。”系统道：“难道是因为她长得像你孙女？”我仔仔细细看了阮苏苏一眼，摇头道：“不像我孙女，永远是我孙女。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多一个人会增加负担。”系统提醒道。我知道我过得拮据，也没有能力让阮苏苏和倪素雪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可我还是做不到眼睁睁看着她一步步踏进既定的凄惨的命运。哪怕凄惨之后有鼎盛的富贵，她的人生、倪素雪的人生都被强加了太多不必要的为了剧情服务的苦难，否则我实在想不出来，穷的年收入不到1万的阮苏苏爸妈怎么会死于车祸这种需要高额赔偿的意外。我低下头，靠近阮苏苏，将她原本的人生换了一种形式，当作故事讲给她听。我问她，如果你是女主角，你会怎么选？你会跟那个奶奶走吗？阮苏苏一点迟疑也没有，她脏兮兮的脸上突然绽开了一个笑容，露出糯米一样的小牙。我选奶奶。收养阮苏苏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还简单，几个亲戚一听有人要接过这个烫手山芋，纷纷忙不迭答应了，生怕我后悔。收养阮苏苏的第一件事是给她改个名字，这名字很奇怪，你不觉得吗？我对系统道，比起人名更像是某种食物，因为它太轻飘，太敷衍了。名字向来包含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与祝福，有哪个家长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软软松松，像牛角包吗？系统顿了一下，突然话锋一转，含着揶揄的笑意对了原剧情里你孙子对他的爱称就是苏苏。苏苏叫声老公，命都给你。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改这名字必须改。我纠结了许久，终于敲定了金月2个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泥。金月希望他和竹子一样坚韧，和石头一样硬朗，希望他面对任何艰难永远有从头越过的勇气。奶奶一定要这样吗？阮苏苏不睨金月，皱着一张包子脸，苦恼地问。我的回答是将他打出的手臂伸直马步，调整得更稳下盘，注意下盘。我用眼神示意着倪金月出拳。呵啊，前2天倪金月正式入学，她9岁读3年级。原剧情中，倪金月在学校一直是被欺负的小可怜。读初中时，甚至有男生借着开玩笑的名义摸她的胸，而倪金月甚至不知道这就是猥亵。所以收养她的第3天，我就跟她讲了些生理卫生知识。我没文化说，也说得磕磕巴巴，最后干脆打开电脑，一起看网上的视频。如果遇到这种事，倪金月眨巴眨巴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奶奶放心，我肯定会告老师的。这固然是一种方法，我说，但有的时候老师也会和稀泥。你要是有人欺负你，对你动手动脚，你就要这样。我示范着，挥出一拳，呵啊一拳打在他鼻子上。要这样吗？倪金月认真听着，神情困惑。可是奶奶之前、婶婶还有老师，他们都说女生要有女孩样，要文静淑女。我垂下眼睛，摸了摸她的头发，心绪复杂的揪在一起，凝结成我不理解的沉重情绪。系统适时为我解答了这种情绪，他说了些社会规训之类的话，让我复述给倪金月，但我记忆力比较差，没记下来。
我最终只是说出了我几十年来的经验，人都是欺软怕硬的。如果你温柔懂事，你会被别人吃的渣都不剩。我妈是个寡妇，在我记忆里，她总是一副嗓门极大、风风火火的模样，别人都说她是悍妇母老虎。小时候我不理解她为什么那样凶悍，等我长大之后，我变成了她。我摆过摊行过，伤生意场上，社会上没有人会因为你好说话而让你3分。温柔懂事换来的只会是变本加厉的欺压。很多人都唾弃我们的泼辣，但只有泼辣才能向世界吼出自己的声音。倪金月懵懵懂懂，握紧了拳头，她坚定地出拳喝啊！话音落下，门开了，倪素雪背着书包走进来，平平淡淡地冲我们打了招呼，一句话也没多说，转身回房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犯了嘀咕，这孩子咋了？是不是因为我这阵子总忙着金月的事，她不高兴了？想想也是，倪素雪做了10几年的独生子，突然多了一个妹妹，难免会不习惯。第二天，我特地做了一桌子她最喜欢吃的菜，可倪素雪还是那副样子，她平平淡淡的道谢礼节上挑不出一丝错误，却没有任何表情。她走后，我立刻上网搜索2胎家庭，孩子不和怎么办？越看越心惊。系统突然道：“其实我觉得比起她是不是讨厌倪金月，你更该担心的是另一件事。什么？她是不是喜欢倪金月？”我一口水哽在喉咙里，一口气好悬没上来，咳嗽了半天。你胡说八道，他们可是兄妹啊！系统沉吟了一下，但他们是男女主，本来应该是夫妻，万一对彼此有吸引力呢？这样朝夕相处和青梅竹马也没什么区别。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系统继续说，而且倪素雪14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她现在的冷淡反常，很可能是因为她察觉到了自己对倪金月的情谊，掺情生了回避情绪。接下来的几天，我都紧张地注视着倪素雪。果然，倪素雪说要辅导功课，将倪金月叫进卧室里，咔嗒一声，她反锁了房门。我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蹑手蹑脚靠近。卧室内放着大地币的音乐声，似乎要掩盖什么。我屏息凝神，在模糊而嘈杂的声音中，精准捕捉到了2个字：喜欢。是倪素雪的声音。我倒吸一口凉气，大脑像是被人用锤子狠狠敲了一下耳边，止不住的嗡鸣。我脱力的倚着门，缓缓滑下，痛苦的捂住了脸。痛定思痛，我决定主动出击，找倪素雪谈谈。你在学校里有喜欢的女生吗？倪素雪摇摇头。我倒吸了口凉气，搓搓脸。你不喜欢同龄人？倪素雪微微睁大了眼睛，瞧着我很是讶异。奶奶，你前阵子还让我专注学习，不要早恋，现在怎么问这些？我是让你不要早恋，可我也没叫你对自己妹妹有非分之想啊！逆孙！我牙疼一样捂住嘴，沉默良久，委婉道：你也大了，男女有别，以后辅导妹妹不要关门啊。你这个年纪可能会有很多想法，但一步错步步错，不要酿成大祸。系统无语，你这叫委婉吗？这下倪素雪的眼睛也瞪得像铜铃了，她指指自己张了张嘴，一时间竟没发出声音来。我暗问系统这样说会不会太伤她？倪素雪猛地站起身，脸色涨红，难以置信。你觉得我喜欢妹妹？你可能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情愫当成喜欢了，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我一口气说完，累死我了。倪素雪崩溃了，你怎么会这样想？我沉默了下，将偷听到的话和盘托出。倪素雪无语了半晌，抚着胸口不断顺气，算了，再瞒你也没有意义了。她轻声道：奶奶，你生日快到了，我和金月想送你个礼物，一直在偷偷攒钱，还在网上查了好多教程，想给你一个惊喜，所以最近才有点反常。我确实提过一嘴自己原本的生日，我艰难道，但你这几天都很反常，一直绷着个脸。倪素雪恍然大悟，她又露出了那副疏冷凛冽的表情，眉目冰寒，矜持道：我这样比较帅。我虽然闹了个乌龙，但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春去秋来，叶子落地，倪素雪顺利考入市重点高中。这些日子里，我租了个推车摆摊，卖煎饼果子和烤冷面，虽然辛苦，但收入意外的还不错。倪金月放学就跑来帮忙，月上柳梢，寒霜露重，倪金月倚在我旁边打瞌睡，我骑着车子轻轻地为她哼歌。倪素雪站在窗后面，垂头看着我们，咬紧了嘴唇。2个月后，她给了我一张银行卡，奶奶，这里面有50万。我吓死了，这钱哪来的？你去抢银行了？倪素雪赶忙摇头，我炒股赚的。炒股对我来说是个陌生词汇，倪素雪简单解释了一番，我还是半懂不懂。系统道，他是男主生意，头脑肯定异于常人，赚钱易如反掌。话是这样说，但我还是忍不住担忧，再三叮嘱倪素雪不要贪心，注意风险。她垂下长长的眼睫，绷紧了唇。我只是不想让你这么辛苦。我的心突然软成了一滩水。这孩子，那50万我取出了10万用作家用，剩下的全部存了起来。大雁几度南飞，麦子几度秋熟。倪素雪参加了高考，高考完招生办打来了电话，倪素雪神色平静自持，跟对面说自己会好好考虑。挂了电话，她突然跳了起来，那副少年老成的模样瞬间裂开，仰天大叫，激动的语无伦次。我考了710啊！我是状元！她3两步跳了过来，紧紧抱住我。我抽抽鼻子，眼眶湿润。原剧情里，倪素雪根本没有高考别人，意气风发的时候，她已经在商场中摸爬滚打数年，阴沉莫测。而现在，她欢呼蹦跳大叫，无比鲜活，这才是她应该有的样子，这才是她应该有的人生。
漫长的暑假中，家里来了2个不速之客。妈，男人讨好的冲我笑笑，又看向倪素雪，儿子都这么大了，过来，我是你爹。我绷着脸冷冷地问你们来干什么？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倪承安不悦地皱眉，我回来看看自己老娘和儿子也要理由吗？他身旁的和平冲倪素雪招招手，素雪，你不认识爸爸妈妈吗？杵在那干什么？倪素雪眉目淡淡，我没爸妈。倪承安当没听见，目光殷切地看着我。听说素雪是咱们省的状元，考了700多分，都上电视了，真不愧是我儿子。他清清嗓子，妈，之前那件事是我不对，但你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赚了点钱，咱们家还能过以前的好日子。我有个合伙人特别喜欢素雪，他儿子成绩差，于是我就想明年呢，让素雪去给他孩子代考一下。放屁！我字正腔圆，中气十足地怒骂道：“你疯了不成？这是违法的！”倪承安讪讪地挠了挠头，那让素雪宣传一下他家的兰台书院也行。兰台书院那可是个臭名昭著的戒网瘾学校。我算是看明白了，倪承安嘴上全是亲情，心里都是生意。我一下站起来，指着倪承安的鼻子：“你这个狗养的东西，当年欠债不吭声就跑了，现在看我孙子考好了，你又舔着脸回来，这种没屁眼的事你自己去办滚！”倪承安沉下脸：“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皮笑肉不笑，你怎么回国的？倪承安至今还是老赖，在公安局挂了名的。当年他拒不还款跑路，到国外走之前还卷走了一大笔钱，导致我和倪素雪被上门催债。果不其然，倪承安一下子慌张起来。我对倪素雪大声道：“报警！这种偷渡回国的老赖，一抓一个准！”别！倪承安吓了一跳，一把抓住我的手：“妈，咱们毕竟是一家人，素雪不能有个坐牢的爹啊！”倪承安不知道，早在1个月前，倪素雪就被网上扒了底朝天，一堆人骂他是老赖的儿子，污言秽语不绝于耳。后来有知情人出来爆料，才还了倪素雪清白。我露出一个笑容：“是啊。”倪承安长舒一口气：“不报警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资料，签了这个亲子关系断绝书。倪承安愕然：“妈，你什么意思？你们这对父母和没什么区别。倪素雪的监护人也早就改成了我。”我掸了掸身上不存在的灰签了，这个不然我就报警。倪承安的脸色一时青红交加，他似乎很想打我，但迫于一旁比他还高、虎视眈眈的倪素雪，最终咬着牙签了字。真是晦气，什么好处没捞着。看着倪承安钻进车里，我拍下车牌号，斩钉截铁报了警。警笛声嗡鸣，我将纸质文件塞进倪素雪手中。你18岁了，这是奶奶送给你的真正的成年礼物。我盯着倪素雪琥珀般澄澈的眼睛，一字一句郑重道：“自由。”时光荏苒上大学后，倪素雪仍然保持着半个月回来一次的频率。倪金月上了初中，学习成绩也在班里拔尖。我56岁生日那天，倪金月买了摆满水果的蛋糕，插了数字蜡烛，莲花灯一跳一跳，她唱着生日歌，眼睛亮晶晶的期盼着，看着我：“奶奶，快许个愿。”我认真的许了个愿望。门铃突然被人敲响，是倪素雪，她冲我举起手中大大的礼物和笑容，灿烂：“生日快乐。”我刚想说话，一阵心悸突然袭来，我张了张口，什么也说不出来，捂住胸口，眼前突然一黑。意识消沉的最后1秒，我听见重物落地的声音，听见慌乱的脚步，听见焦急的喊声：“奶奶，奶奶！”奇怪，怎么是3声？怎么会是3声呢？无限的黑暗中，一道闪着白光的人影连滚带爬手脚并用的朝我奔来，想要抓住我的一丝灵魂。他的脸好熟悉啊！我怔然看着一张嘴，眼泪就落了下来。明明你怎么在这里？我的孙女有个很好听的大名，是她妈妈翻了大学词典取的，叫做明德小明。明明其实一开始是叫小明的，她上了小学学了英语，就不让我叫她小明了。她怎么会在这里呢？我抓着明明的手，虚幻的五指穿过她透明的手掌，什么也抓不住。我一叠声的颤抖着问她：“你不是上大学去了吗？你怎么来了？这是哪里？”明明泪流满面，死死捂住嘴。你怎么不说话？你说话呀！明明徒劳地张开嘴，嘴唇抖得不成样子。他一开口，就是那道我无比熟悉的电子音：“奶奶。”我如遭雷劈，被定在原地，只能愣愣地重复：“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回忆像开闸泄洪，一道道系统的电子音冲出来，将我整个人淹没。你就不怕有什么惩罚吗？你就没想想，万一任务失败是要死的，怎么办？不要翻垃圾箱啊！不要捡瓶子！我向主神申请了经费以后，不要再捡瓶子了。难道是因为软酥酥，长得像你孙女？奶奶，我有个比倪素雪还大的孙女。我孙女小时候喜欢吃汉堡，我孙女小时候陪我捡瓶子卖钱，我孙女喜欢扮成孙悟空，我孙女打暑假工送我智能手机，我孙女考上大学，我孙女车祸去世了。一切的一切都静止在那天，好像有一把大刀把我从中劈成2半。他爸爸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可我看着现场的血迹，却突然看到了他小小的身影，虚幻的、真实的、透明的、缤纷的向我跑来。他说：“奶奶奶，我要吃汉堡。”我抱住了他。从那之后，我忘记了很多事。我忘记了今天是什么时候，忘记了厨房有没有关煤气，忘记了眼前的人是谁，忘记了明明的死讯。我只记得我有一个孙女。
他在上大学，他很快就会回来的，也许周末，也许下个假期，也许寒暑假，他马上就回来了。他爱吃汉堡，我要给他买汉堡。一个塑料瓶3分钱一斤，只香7毛钱。我走走停停时了，又掉在身后，蜿蜒成一道长长的泪痕。我有个孙女，她在上大学，她快回来了。她爱吃汉堡，我要给她买汉堡。车流呼啸而来，我意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却突然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细细的咔啦咔啦，充斥着电流声。我不会让你死的。那个时候，我突然听到电子音歇斯底里的大喊：绑定他，绑定他，拿我积分来换。我睁开眼，刚发生的事情，我转眼就忘了。我只觉得自己好像睡了一觉。我有个上大学的孙女，她就快回来了。一道电子音响起：宿主你好，我是系统27353，竭诚为您服务。我怔怔地看着，明明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做慈善的，主神不按剧情走也不会有惩罚，那些钱都是你拿积分换来的。明明肩膀颤抖，他抬起头来，脸上已经哭得一塌糊涂，开口却依然是呆板的电子音：这家离了我就不能转。我崩溃地蹲下身去，嚎啕大哭：傻孩子，你这傻孩子，那些积分用了你会怎么样啊？他们会不会惩罚你？你受委屈了没有？明明摇摇头，电子音带着哭腔：奶奶，我很好，我赚了很多积分呢，这是真的，不骗你。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死，奶奶，我现在也算是有编制了。他一扬手，电子音再度响起，确认兑换积分，治愈宿主疾病。医生，我奶奶她怎么样了？她很好，检查显示身体健康，晕倒，可能是一时低血糖，你们家属要注意。我睁开眼，医院耀眼的白炽灯刺得我流下泪来。倪素雪和倪金月守候在床边，见我睁开眼，纷纷紧张地凑上来，担忧道：奶奶，你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想吃点什么？耳畔响起一道电子音，带着雀跃：我再攒积分就够兑换人类身份了，到时候嘿嘿，我要疯狂的花倪素雪的钱，我要买大跑车。我眨眨眼，冲倪素雪和金月露出一个笑容。我有世界上最好的2个孙子和孙女，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老太太。全文完。